国际知名的兰德智库公司就在近日发表了关于如何欺骗中国的报告，里面重点总结了欺骗中国的4种战略方法，都会是什么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逐步上升，美军方一些人经常发布一些非常怪诞的言论，其言论无非就是2个。第一是中国军事力量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了，而且正在不断的增强。第二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那么美方为了对中国保持持续的军事优势，必须扩军和花钱购买大量的武器。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实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低迷，美国军费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于是这些人就开始转变思路，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逐步上升，将来在亚太地区超越美国是迟早的事情。而且美国的军事活动变得过于可预测，让中国能够预测美军将在何处、何时以及如何运作。那么可以采取另一个方式，那就是情报战的方式。此方式可以欺骗中国，使美军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来加强威慑中国军队能力。国际知名的兰德智库公司就在近日向美军献策发表了关于如何欺骗中国的报告，里面重点总结了欺骗中国的4种战略方法，认为这4种方法可以将中国欺骗得团团转。该团队评估了4种增加针对中国不可预测性的方法。1. 采取不规则的部署方法。美国可以改变以往传统的军事部署，更改部署军队数量和地点，采用更多安全的地点进行部署。兰德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不能确定美军将在何时何地的部署，就无法彻底断定何时对美方进行打击，可能会为了保险延迟攻击，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也就是增加打击成本。此方法倒是和之前美海军上将海顿提出的分布式部署有异曲同工之妙。2. 公开展示美国可以进行多方面、多种战斗模式的新能力。比如美国可以宣布美军具有多方面作战的能力和多地域联合作战，那么对手不得不增加成本，制定多种针对性的作战方案，或者由于打击能力的限制，只能把目标限制在少数可以成功打击的范围之内，这将成功地分散对手的火力，从而降低美军整体的损失。3.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一条战略实际上就是战略欺骗的一种方式。美军可以使用假情报传递或者诱饵方式欺骗对手，比如美军只能进行单线作战，但是透露给对手的情报却表示美军可以进行3线作战，极大的吹嘘和夸大美军的作战能力，会使得对手下定攻击决定之前，因为假情报而误判美军的真实实力。此方法成本低的可以忽略。4. 定期揭示新型武器。美军可以提高开放新武器的速度，即便在对手面前反复地展示武器的性能，这会使得对手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完全掌握美国新式武器的动向而犹豫不决，从而推测冲突时间。针对兰德提出的这4种改进战略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可不可行。针对第1条采取不规则的部署方法，针对中国而言就不太可能。根据中国的侦察手段而言，可以通过陆基雷达和天基雷达结合预警机、无人机等方式，形成一道大型侦察网络，并且对美方的动向进行一个全面的侦察。只要美方有异动，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所有的动向。第2条，公开展示美国可以进行多方面、多种战斗模式的新能力。这种不多说，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中国的东风、长剑、空地系列的导弹，加上中国完善的侦察系统，就不会说这种话了。第3条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连兰德公司自己都认为中国更有可能用从美国政府以及盟国和合作伙伴来源收集的信息，来验证从美国消息传递或欺骗活动中收到的信息，因此想欺骗中国还是很难的。第4条，
定期揭示新型武器。美国研发新式武器基本无法做到完全保密。美国军事专家就说过，中国拥有先进的搜集能力，这使得他们很可能会发现秘密计划的关键方面，而不会措手不及。实际上，美国设想的这4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要主动地和美国发生冲突。美国所要采取的方式，但是中国已经无数次的表态，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从不会主动侵略他国，因此美方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唯一可能的前提条件就是美方率先挑衅，引发冲突后不敢正面面对，才使用战略欺骗忽悠中国。但很显然，这些招数对中国一点用处都没有。